为了证明渣男的危害，全国60亿女生联合8大财团打造一档男性测试节目，并重金邀请各种职业的极品女神参与测试，让他们利用美貌诱惑男人去酒店。可男人只要真的去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节目组安排的彪形大汉。而此时的我并不知道被秘密选中。画面一转，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少女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而少女的出现顿时让直播间的观众炸开了锅。这节目组也太过分了，这种年轻人哪里抵抗得了校花的诱惑？就算是高富帅，怕也是扛不住吧。男观众们都有些唏嘘，但看到这一幕的女观众却高兴得要死。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这场测试，而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屌丝。节目才刚刚开始，我已经能想象到男人们集体破防的场景了。直播间更是疯狂开始了刷屏，对此我却浑然不知，还在皱眉打量着眼前穿着清凉的少女。小哥哥你好啊，我叫夏冰冰，打扰你一下，刚才我和朋友玩游戏输了，你能不能帮我吹一瓶酒啊？只要你肯帮我，之后你可以给我提一个小要求，不管什么我都满足你。听到这句话，我下意识的再次打量了一下，虽然很心动，但潜意识告诉我，这娘们可不是什么好人。谁家好人莫名其妙让人喝酒，还能答应对方一个条件呢？就在我准备开口拒绝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提示音：恭喜宿主觉醒神级选择系统，面对当前场景，请宿主做出选择。选择1，答应下来，获得大气猥琐男称号；选择2，拒绝对方并臭骂对方一顿，宿主将会获得起步100万奖励。听到这一连串的声音，我有些发懵，而我震惊奖励的表情，在观众看来就像猪八戒看到下凡的仙女一样，一副猪哥嘴脸。就在所有人以为我即将沦陷之时，只见我冷冷扫了夏冰冰一眼，然后淡淡开口说道：我不会喝酒，你找别人吧。这句话直接让观众们集体破防，什么情况？他居然拒绝了，他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样子，有什么资格拒绝啊？你们不懂了吧？这个叫欲擒故纵，估计心里早就已经冒粉红泡泡。此时的夏冰冰大脑一片空白，她从小到大都是学校里的校花，成天被男人追捧，现在居然会被一个臭屌丝给拒绝了。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克制住了愤怒，随后挤了挤自己的事业线，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小哥哥，你不是正在喝酒吗？难道你是故意这样说的？夏冰冰说完还扁起嘴巴，摆出了一副坐视欲哭的模样。在她眼里，所有男人都不过是舔狗，只要给点甜头就会摇尾巴的狗而已。夏冰冰更是自以为没有男人不吃这一套，谁料我却直接将手里的啤酒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甚至还朝着她做了个耸肩的动作。顿时夏冰冰整个人都不好，平日里被男生捧上天，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她气得胸口剧烈起伏，但也只能克制情绪，故意装作委屈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我一个女孩子，万一被人灌醉了怎么办？你不应该保护一下弱势群体吗？听完这话之后，我直接笑了出来。你玩游戏输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不想喝，怎么了？而且你算什么弱势群体啊？少在这里道德绑架老子！夏冰冰听完之后立即跳脚，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来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骂他，可如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忍不了了。你应该最多18、19岁吧，大晚上跑出来喝酒，还穿得这么暴露，我不答应你是可怜你的父母，生了个不孝女，还替你们学校可悲，招了你这么个学生。夏冰冰被骂懵了，她根本就没想到会被一个屌丝当着这么多人给骂了。要不是现在正在录节目，这种人她平时看都不看一眼。不是我怎么就不孝，怎么就可悲了？你把话说清楚，你爸妈养你这么大有多不容易？他们辛苦挣的钱是让你好好读书的，不是让你拿着他们的钱跑到这种地方来跟同学喝酒的，还穿得这么暴露。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出事了，你下半辈子怎么办？你父母怎么办？你刚才做那些事情被你父母看到了，他们会怎么想呢？我说你不孝，你居然还有脸顶嘴！夏冰冰被说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同时也吸引了周围不少人围观，其中甚至还有拍手叫好的，搞得夏冰冰有些无地自容，内心疯狂问候我的祖宗18代。然而我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学校就是希望你们能成为栋梁之才，长大了好报效国家，可你不好好读书，偏偏要跑到这种地方来花天酒地，难道你们学校还能因此为你感到骄傲吗？抛开这些不谈，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对得起你自己吗？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此时直播间里的观众早就炸开锅，其中女性观众的言论尤为激烈，出门喝个酒而已，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的吗？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人指责别人的穿搭。夏冰冰见周围的人看自己的眼神不对，我的语气还这么差，顿时一股火气窜上心头，她干脆也不装了，双手叉腰，醒醒吧，大清早就亡了，我只是学习之余放松一下怎么了？按照你的逻辑来说，全天下喝酒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我冷笑了一声，到酒吧喝酒的人不一定全是坏人，可你一个大学生穿得这么暴露，来酒吧喝酒就算了，还跟人玩游戏对屏吹，这能是好人？刚刚你走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来卖的。夏冰冰气得发抖，怒气冲冲地回应道：你别动不动就拿我父母说事，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一副封建思想？有空学习一下国外的思想，人家多开放啊，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国家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才拖垮了时代的进步。听到这番话，我眉头一挑，我不说了，就刚才你朝着我挤胸的那个动作，还有你这一身穿搭，你只要敢在你爸面前来一遍，我啥问题都没有。我的话说得一针见血，把夏冰冰直接整不会了。刚刚早就想好了的那些话，瞬间堵在了喉咙里，根本说不出来，脸色也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就在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几个学校巡逻教导保安，我直接起身走了过去。你好，我要举报，刚刚我在那边看到有个女的说自己是学生，穿的还极其暴露，领头那人神情立刻变得严肃了起来。麻烦您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核实情况之后我们一定严惩不贷。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夏冰冰，就是她，身为一个大学生不知羞耻，还跑到这种地方来和人家对屏吹，说只要我帮她喝一瓶就能满足我一个要求，这种学生简直是败坏你们学校校风，希望你们能把她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见状，夏冰冰倒吸一口凉气，压根就没想到我这逆天操作，直播间的观众也是惊得目瞪口呆，男生观众更是疯狂刷
刷屏，喊着性别互换，弹幕上万。很快巡逻队的人把夏冰冰带走了，要他立即配合调查。与此同时，我脑袋里传出了机械的声响，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奖励300万元以及一台保时捷718，现金奖励已到账，车辆将会在晚上12点送到离你最近的停车场。听到系统声音后，我直接惊呆了，立即打开手机核实了一下，看到到账的金额，我不免有些感叹，仅仅是口头教育了一下，就获得了如此丰富的回报，这赚钱也太轻松了吧！我回忆了一下附近最近的停车场，当即就起身朝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刚到停车场，一道熟悉的清凉身影就扑了过来，我赶紧往后一退。夏冰冰一脸怒气地看着我刚刚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至于去找巡逻队的人吗？看你应该25、6了吧，穿的邋里邋遢不修边幅，自己的生活都过成这样了，居然还拿钱去喝酒，刚刚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指责我，你这也太双标了吧！此话一出，顿时引起直播间观众的共鸣，就是也不看看自己混成什么样子，居然还有心思管教别人，这小子一脸穷酸样，还来地下停车场，看来就是玩的一套欲擒故纵，而我却懒得解释，转身朝着我的保时捷走去。见我不理他，夏冰冰心里有些慌了，立马追了过来，假装脚下一滑，惊呼一声跌倒在地，一双大长腿就摆在我眼前。看到这一幕，藏在远处着的摄像组暗喜，连忙将镜头聚焦在我的脸上，随时准备拍下我猥琐表情。然而我却直接无视，1秒停留都没有，这也给摄影组都整破防了。这要是换做一般人，早就开始流口水了。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男人跑了过来，您的爱车保时捷718已送到，请您核收一下。见状，夏冰冰被惊得嘴都合不拢，直播间更是被无数的感叹号霸屏。什么情况？这小哥居然是富二代，不得不说这打扮还真是平易近人，是我狗眼看人低了。我突然觉得刚才这小哥说的那些话好像很有道理，而节目组的人也察觉出了不对劲，连忙让夏冰冰收敛一点，免得惹火了这位公子哥。夏冰冰深吸一口气，强装镇定，连忙站起来，立即摆出一副很委屈的模样。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突然觉得小哥哥你说的对，你跟我说的都是正能量的话。冰冰明白了，于是就跟着你过来想向你道歉，真是不好意思啊，小哥哥。夏冰冰见我还是没理他，立即上前用手挽着我胳膊，眼神泪汪汪的看着我。哥哥，现在学校已经关门了，我回不去，身上又没有钱，哥哥能不能带我找个地方住一晚上？你人这么好，肯定不忍心留我一个人在外面过夜，万一我遇到什么坏人怎么办？求求你了，我的好哥哥。夏冰冰一边求着我，一边用手轻轻的摇晃着我手臂。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男观众们都傻眼了，我服了，打扮成这样子，还说这种暧昧不清的话，天底下哪个男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这都不算犯规吗？不过他要是真的是个好男人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做什么的。一时间众说纷纭，没个结果。然而我在听完夏冰冰话后，下意识扫了她那性感火辣的身材，嘴角不禁微微上扬。可以是可以，你在这等着，我很快就回来。看到我的表情，夏冰冰露出来得意的笑容，终于上钩了。等着吧，刚才的事还没完呢。憋了很久的女性观众也纷纷发表意见，还以为这个男的是个什么正人君子呢，光看这个男人的面相就知道他是个好色之徒，到头来还不是狗改不了吃屎。所有人都以为我是扛不住诱惑，节目组的人更是竖起大拇指，悄悄拿起对讲机给夏冰冰传话，干得很好，一会儿千万要抓住机会，让他的渣男本性暴露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牺牲。得到表扬的夏冰冰顿时飘了，在他看来，再怎么厉害也不过只是个男人罢了，之前还装模作样，搞得跟正人君子似的，有钱人又怎么样？一会儿等你回来了，就让你身败名裂。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他低头对着隐形麦克风低声说道：“各位观众朋友们，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对于这位男士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接下来我会尽我所能，向大家揭露这个男人内心深处最黑暗的一面。”话说到这里，他露出了一个正义感十足的笑容，直播间内的众人纷纷为他捏了一把汗。我是男的，接下来的内容我了解。哎，兄弟们啥也不说了，赔一根吧。楼上的什么意思？难道受害者不是冰冰吗？节目组的人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啊！都到这个份上了，要不就结束吧。要是真的出什么意外，女孩子下半辈子都被毁了。就在这个时，地下停车场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刚才那些安保巡逻队伍。看到我带着这些人走了过来，夏冰冰当场愣住了，一股强烈不安的感觉从心底涌起。拍摄组的人也迷惑了，但镜头还是下意识的往前推了推，可从我的脸上只有一脸的正气。直播间众人也懵了，只见我带着巡逻队的人走到夏冰冰跟前，直接伸手指着她，就是这个学生，刚才在酒馆就一直在纠缠我，现在居然还追到停车场来了，还求我带他去睡觉，成何体统？这次你们必须要严查他，好好管教管教，简直一点学生样都没有。夏冰冰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懵了，她站在原地瞪大了眼睛，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什么？这个二货又告发我？怎么会这样？他刚刚离开的时候脸上笑得很猥琐呀。直播间的观众也是疯狂刷屏，哈哈哈哈哈！这哥们真是没让我失望，服了，我彻底服了。这哥们就是柳下惠转世，你们快看夏冰冰，他那张脸青一阵白一阵的，该不会已经幻想人家对他动手了吧？结果却是这样，哎呦，真是笑死我了！要是我肯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马上换个星球生活。此时夏冰冰也意识到事情严重了，脸色也简直难看到了极致。此时的我继续开口说道：“你一个在读大学生，大晚上穿得这么暴露出来喝酒，还跟人玩吹瓶，现在还有脸跟陌生男人说找不到地方住，简直是不知羞耻。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存在，导致多少无辜的女性被恶意揣测。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自尊自爱？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闻言，巡逻队的人纷纷皱眉叹气。刚才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抓到夏冰冰，就已经够给学校丢脸了。要不是上面突然来了个电话说让放人，他们早就送夏冰冰回学校去了。好在这里人不多，好在他遇到的是个好人。领头的越想越气，也跟着骂：“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你的爸妈辛辛苦苦送你来学校读书，不是要让你跑出来鬼混，还不快感谢这个大哥？今天你也就是碰到他了，要是别人早就把你塞进车里拉走，你的下半辈子就毁了。”夏冰冰被骂得抬不起头来，只能一手捂着领口，一手拉着裙子盖住屁股，给我鞠躬道谢。
实则心里都已经把我的祖宗18代问候了一遍。你什么货色呀？居然也配让老娘给你道歉？要不是录节目，像你这样的人给我提携我都不乐意啊！真是气死我了！我一眼就看出来她不服气，因为这女的如此大胆熟练，明显这不是第一次这样，显然是不怀好意，一定要好好治治她。想到这，我深吸一口气，皱眉瞪着巡逻队的人：你们学校到底是怎么教的？怎么一点门槛都没有？什么人都招啊？这事要是传出去了，丢的可不止她一个人的脸。如果今天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怎么跟家长交代？巡逻队的人点头哈腰，脸色也不好看。是，您说的是，我们马上就把这学生带回去好好教育。再次代表学校感谢你。闻言，夏冰冰急了，气鼓鼓地瞪着巡逻队的人，直接从内衣里抽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学生证。我是医科大的学生，不归你们管。刚刚就想说了，我又不是你们大学的人，你们凭什么管我？巡逻队的人看了一眼学生证，还真是。那没事了，兄弟，你今天这事儿做真漂亮，是个爷们儿。我们还有别的事，就先走了。说完就直接离开了。地下停车场只剩下我和夏冰冰2个人。夏冰冰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保时捷，在她看来，这个男人虽然是个傻逼，但还算是有钱。反正拍摄组的人还没有叫停，再努力，就算节目这边成不了，把这傻逼骗到手，以后生活费就不用担心了。心里这样想着，却用楚楚动人的眼神看着我。小哥哥，真抱歉，我之前对你可能有些误会，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还蛮喜欢你的。夏冰冰话说到这里，抬头用含着泪的眸子去看我。在以往的测试里，几乎没有男人能够抵挡得住这样的攻击，可我却依旧没有反应。见状，夏冰冰连忙加大火力，我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想缠着你要什么。一个晚上相处下来，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一定不会伤害我的。拜托你能不能收留我一晚？夏冰冰话语声里夹杂着轻微的抽泣，看起来可怜兮兮的。就在这时，我的脑海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检测到新的选择，带他走宿主即可获得神级渣男称号，并伴有霉运效果。拒绝他并且教育对方，宿主即可获得别墅1套加摩托车1辆，这还用考虑？没地方住是吧？好啊，你等着。说完，我转身朝着刚才巡逻队离开的方向走去。夏冰冰顿时觉得一股火气直窜心头，烧得她脑袋疼。直播间内众人见状，弹幕上出现的是一长串的666，我真的会笑死。夏冰冰被整惨了吧？这个男的未免也太冷血了吧，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估计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冰冰加油，揭露他的真面目。夏冰冰气得直接跳了起来，老娘受不了了，不装了！3两步追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漠无情？看见我一个弱女子，居然都不肯帮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被他这话逗得想笑，你有手有脚的，而且还是个大学生，为什么总想着要别人帮忙啊？像你这样的和要饭的有什么区别？说错了，人家乞丐起码还要跪着要钱，你还想站着要钱呢？也不问问自己凭什么？说完我转身就走。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您的500平小别墅到账，请注意查收。您的摩托车已经停放在车库，您随时可以查看。夏冰冰被气得柳眉倒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羞辱过。少来这套，口袋里没钱吗？直说呀！瞧你那一身穷酸样，刚才那辆车子是你租来演戏的吧？又穷又抠，还没有同情心，简直是渣男一个，垃圾中的垃圾。我根本就懒得搭理他。根据短信上的消息，径直往前走，很快停在了一部专用电梯前。夏冰冰自然也知道这是祥云雅舍的专用电梯，见我好像是要进去，又开始嘲讽道：穷屌丝又装上了，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祥云雅舍的专用电梯，你不会告诉我你在这也有房产吧？暗处的摄影组嘿嘿直笑，这电梯是要用指纹和面部识别才能进去的，门口还有保安，这小子今天恐怕是免不得一顿胖揍啊！总算能看到他出丑了，一会儿让剪辑循环播放一下，我就不信他以后还有脸出门。对于这一切毫不知情的我，直接大踏步的走了过去。电梯门随之打开，门口2个保安十分恭敬的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欢迎先生回家。我点点头便走了进去，伴随着电梯门重新合上，在场所有人的嘴都不自觉的张开了。夏冰冰呆若木鸡，怎么可能？那穷屌丝居然真的住在祥云雅舍？难道是我的判断出错了？他真的是个隐形的富二代？拍摄组的人也傻了，抱着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播间的观众们甚至都听见了几声粗重的呼吸声。卧槽！这他来真的呀！小丑竟是我自己。这期节目要封什么？随便找了一个路人，竟然是顶级富豪，有钱又怎么样？没有同情心就是不行。这里的别墅我又不是没住过，谁稀罕啊？此时夏冰冰有些慌了，连忙关掉麦克风，联系拍摄组的人。真是丢死人了！现在怎么办啊？我的形象都要被毁了，你们必须负责。拍摄组导演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别慌，现在我们节目收视率已经上千万了，你要记住咱们节目的宗旨。夏冰冰听到对方这样说，才算是冷静了下来，因为在这个节目里，天底下就没有一个好男人，所有的男人全是垃圾。就算不是，节目组也会想办法。回想着刚才我的嘴脸，夏冰冰恶狠狠地咬着牙，居然敢不给我面子，老娘马上就让你身败名裂！我可不是好欺负的。他回到摄像机前，恢复了往日里甜美的形象，假装激动地搓了搓手，用甜甜的夹子音说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开口讲2句话，导演激动地把平板递给了夏冰冰。夏冰冰下意识地瞪大了眼睛，然后捂嘴做惊讶状。真是没想到啊，这位先生的身份竟然是……他故意拖长了音调，调动大家的好奇心，然后俏皮地翻转平板，将上面的内容展示给所有人看。那是我的个人信息，上面的内容非常简单，父母都是农村人，他自己是3流大学毕业的，目前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里做职员，每个月的工资少得可怜，并且显示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明天系统就会刷新我名下的资产。在看到我的信息后，弹幕区再次炸开了锅，差点又被骗了。诡计多端的男人，又穷又爱装，他怎么不去死啊？这纯是在钓鱼啊，真恶心。与此同时，我已经到家了，不得不说豪宅就是豪宅，虽然不是独栋的，但是花园泳池、各种智能家电、360度全景天窗应有尽有。我扎扎实实的享受了1个小时，猛然想起来系统好像还送了1辆摩托车，要是不去看一下，今天晚上怕是睡不着。果断起身出门，很快我的身影又出现在屏幕里，拍摄组全组成员都兴奋了起来。
来，终于抓到他的破绽了，剩下的就交给网友。破案了，破案了！他身上那套衣服和他的富豪身份完全不匹配，就算再怎么低调，回家一趟不换个衣服，我就说这小子是装的吧。从他回家到现在出门正好1个小时，他就是个钟点工。你们说这小子该不会是住桥洞的？毫不知情的我很快出现在了地下停车场。此时一个浑身名牌的年轻人走在我前面，伴随着这个年轻人的出现，直播间评论区再次活跃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富二代吗？对比之下，那小子简直寒酸的不行。镜头拍摄到富二代停在了一辆机车前，富二代惊得根本合不拢嘴，瞪大眼睛愣了几秒之后，下意识的想要上手摸，但似乎又害怕碰坏了，双手悬空近距离观察，激动又十分拘谨。直播间里有懂行的，一眼便道出了他惊讶的原因。卧槽！这是奥古斯塔呀，传说中的2轮法拉利，全球只有5台呀，价值2000多万刀。什么法拉利、兰博基尼，在这台车面前就是个垃圾好吗？那辆车可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东西，非要估个值的话，起步价2个亿。此时那个富二代正对着那台车垂涎欲滴，克制不住的掏出手机疯狂拍照。见我走过来，富二代扫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明显的鄙视。喂，你过来帮我拍张照。我很配合的接过了对方的手机，帮他拍了1张后，富二代有点不耐烦，多拍几张啊，土包子就是土包子，豪车放眼前都认不出来，小可爱一个，跟他说话都浪费口水。我笑一声，又给对方拍了几张，随后将手机递给他，不好意思，我有事情要出去一趟，等我回来之后你再拍吧。话说完，我从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富二代瞳孔地震，下意识的倒退了几步，双眼却始终看着我。直播间众人再次火热讨论，噗，哈哈哈哈哈！要装逼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这车他认识吗？大家赶紧录屏，我有预感，名场面要来了。在真正的富二代面前装逼，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此时我已经将车推了出来，插上钥匙，发动了车子，车灯瞬间亮起，咆哮声如猛兽怒吼，余音绕梁。一旁站着的富二代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鄙视，眨眼之间转为了崇敬，甚至不自觉的微微弯腰。暗处的摄影组更是惊得完全失去了表情管理。与此同时，直播收视率呈直线上升，弹幕上一片片的感叹号甚至覆盖住了整个屏幕。哥，我现在彻底服了，方便问一下家里缺不缺佣人？现在仔细一看，这个小哥哥好像还挺帅的，而且他之前说的都好有道理哦。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小哥哥很正直，只是害怕被骂，所以没有说而已。富二代很快便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主动上前，十分恭敬的双手递上名片。我淡淡的扫了一眼，然后接过名片放进口袋里，轻轻点了点头，直接发动车子离开。刚被节目组临时喊过来加班的夏冰冰正好看到这一幕，她也是被惊得目瞪口呆。虽然对机车这方面不太熟悉，可是光从这车子的外观以及声浪就能判断得出来，这车绝对价值不菲。下意识吐出几个字，太酷了。此时回想着今天发生的那些事情，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怪不得我之前明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可他却毫不在乎。原来我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可是夏冰冰突然眼神一亮，连忙切断了直播，冲着暗处的工作人员嚷嚷道：“咱们不是已经调查出他的底细了吗？他一个底层穷屌丝，怎么可能拥有豪车豪宅？肯定是装的。”冰冰说的不错，咱们的直播已经靠着他上热搜了，一定要揭开他的真面目。于是第2天，夏冰冰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冰冰又来了。今天咱们争取一举拿下苏先生神秘面纱。顺便插播一条内部信息，苏先生拥有的这辆豪车，全球仅发售5台，只有1台发往了国内。虽然这台车的车主信息很少，但从他的年龄、住址和车牌号来看，绝不可能是他的。话音刚落，直播间的网友们瞬间沸腾了。我就知道他就是诡计多端的穷屌丝，差点被他骗了。我早就说了，这种爱装逼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有钱人。有钱人才不屑于装逼，哪像他呀，一看就是底层的臭老鼠、癞蛤蟆渣男。气氛烘托到这，节目组的人也是信心满满，特地加了好几个机位，只为拍下我暴露出猥琐渣男的一幕，而我却对此毫不知情。一路风驰电掣回到了出租，2000万刀的车就是不一样，就连迎面吹过来的风里都有金钱的味道。出租所在的老小区设施很差，这更让观众们认定我就是个装富的穷屌丝。一时间网友们欢呼雀跃，而夏冰冰更是不屑地翻了个白眼。姐妹们，接下来看我的吧，小哥哥真要巧啊，居然在这里遇见你。我下意识回头去看，是昨天那个女孩。挺巧的，你也住这附近。夏冰冰笑着摇了摇头，不是啦，我只是过来找同学玩，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分的。昨天的事情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就当做是感谢你。夏冰冰话说到这里，眨着一双亮闪闪的眼睛看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吃饭就不必了，我还有事，咱们改天再聊吧。夏冰冰几步上前，伸手挡住了我的去路。那怎么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闻言我轻笑一声，这女的到底是哪根筋不对啊？好像非要和我发生点什么，难道被我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转念一想，自己确实也有些饿，行吧，我们就在周围找个馆子吧。夏冰冰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这怎么行？请你吃饭怎么能那么随便？我知道有一家餐厅非常好吃，而且价格也不贵，我们去那边吃吧。我摆了摆手，让女孩子请客，而且你还是个学生，我们随便吃点就行。夏冰冰却不依不饶，反正我不管，你要是不去就是瞧不起我。直播间众人疯狂刷着弹幕，这男的可真会装啊！女生请客吃饭他都不答应，欲拒还迎玩得很溜啊！就在此时，我脑海里传来一声响，检测到决策性问题，答应对方让女生买单吃饭，您将获得500万奖励，系统将会进行打分，根据宿主表现将会发放额外奖励。拒绝对方，您将获得抠搜装逼男称号，系统奖励100元。那既然你都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再拒绝，走吧。于是我骑着车子载着夏冰冰来到了一家法国餐厅，服务员拿着菜单走了过来，夏冰冰顺手接过，看都没看我一眼，什么贵点什么，一口气点了10几种，还外带一瓶87年的红酒。他将菜单重新还给服务员，暂时就这些吧。看着夏冰冰一副非常熟练的样子，我不住暗自轻笑，点那么多，咱们吃得完吗？夏冰冰甜甜一笑，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分量很少，我们2个人刚好合适。不一会，饭菜上来之后，2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很快便吃饱喝足了。服务员走了过来，请问2位谁买单？
此时夏冰冰若无其事地掏出小镜子补口红，我擦了擦嘴后指了指夏冰冰，他买。夏冰冰一愣，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男的脑子没问题吧？出来跟他吃饭，他居然让我买单，我可是女生啊！于是他深吸一口气，看着我说道：“你是男生，不应该是你付吗？”而我却面不改色地看着他，不是你说的要请我吃饭吗？夏冰冰眉头一皱，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账单，心里猛然一惊，刚刚那一顿总共消费5888，这么贵谁付得起啊？这男的是故意让他下不来台吧？想到这，夏冰冰强压着内心的火气，男女一起吃饭，女生请客，男生买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此时餐厅内正在吃饭的众人纷纷朝我们这边投来了好奇的眼神，甚至有些人开始跟着附和，兜里没钱还学人泡妹，真是笑死了。这种男人一看就是爱吃软饭的。闻言，夏冰冰一脸得意地看着我，选择系统触发买单，您会获得绝世鸡贼男称号，并丧失大量路人缘，拒绝并怒斥对方贪小便宜的行为，奖励300万以及豪宅一套，若评分达到 S 级还会有更多奖励。听到这，我眼神猛然变得坚定了起来，这顿饭是你非要请我的，我拒绝了你很多次，是看在你诚心请我吃饭才来的，我为什么要买单？夏冰冰皱着气愤地说道。可我是女孩子啊！闻言我一声冷笑，昨天你跟我倡导男女平等，你请客我买单，这就是你所谓的男女平等，更何况请客买单和性别有什么关系？是，男人要讲绅士风度，女士优先，这一点是从我们男人为中心阐述的一个观点，其目的是为了照顾女性，但并不是让你抓住这一点要求男性为你服务的。亏你还是个在读大学生，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我这一连串的话说的夏冰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餐厅内看戏的众人都朝着我竖起大拇指，甚至还有人带头鼓掌喝彩。夏冰冰尴尬到不行，偏偏对方说的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反驳，她气得头发都要立起来了，咬牙切齿，我不管，反正今天这单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闻言我淡淡开口道，既然想着让我来买单，你还一口气点这么多东西，吃完了我也就什么都不说，可你一道只吃2口就不吃了，全都给我剩下，你是拿我当冤大头啊？浪费可耻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山区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你花着别人的钱还有脸浪费，这就是你说的改过自新了？你是故意找茬来的吧？今天这单说什么我也不买。说完我转身就走，眼见着我真要走了，夏冰冰连忙追了上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扯着嗓子大喊一声，想逃单啊你！我停下脚步正要开口，夏冰冰一脸的怒气说道，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又小气又没品，还好意思说我呢？突然之间我觉得有些好笑，我有恩于你，你强拉着我吃饭，后面还要我买单，到底是哪里来的理所应当啊？听完这话的餐厅里响起一阵掌声，这么漂亮的女生还学人家骗吃骗喝，真是丢死人了！要是我哪有那个脸留在这里请人家吃饭，居然还让人家买单，真亏她想得出来。夏冰冰此时都要被气炸了，这2天的经历简直是她的职业生涯滑铁卢。我说我请客，那只是客气一下而已，你还当真了？就你这样的人，这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说到激动之处，夏冰冰竟抬手就想给我一巴掌，然而我却直接抓住她的手腕，不知悔改也就罢了，你还想打人？你别告诉我谁请客谁买单这个道理你真的不懂，除非你妈当年生你的时候把人扔了，给胎盘养大了。话音刚落就传来系统声音，恭喜宿主评分达到 S 级，系统奖励1000万以及1次抽奖机会。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夏冰冰也不想装了，直接开喷。你以为你很不了不起啊？租个车子拽得跟258万似的，那辆破摩托还说不定是在哪偷的。这顿饭我请就我请呗，你这样的男的多看1秒我都觉得恶心。现场拍摄组见状气得直拍大腿，卧槽，这还是个男人吗？一个穷屌丝而已，牛什么牛？都别拦着我现在就要揍他！拍摄组导演扔掉手里的稿子就要冲，旁边的助理赶紧上前拦着他。导演你冷静点，为了一个人渣不值当。导演强行压住内心的火气之后，当场给主持人改了稿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节目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苏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假装有钱人，捏造身份，驾驶非法改装车辆，公共场合骂人，其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我们绝不会错判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稍后节目组将会全面曝光，请拭目以待。这一条内容发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全网热议。兄弟们人肉他，简直是给我们男人丢脸。有线下一起真实他的没有？导演为了节目效果，直接把我的所有信息上传到屏幕上。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屏幕上突然冒出了一个弹窗，祥云雅舍别墅房主苏凡。主持人瞬间吸了一口凉气，这怎么可能？话音刚落，一个工作人员突然匆忙跑了进来。导演台长，车辆的信息我们已经查到了，说苏凡的那台车子是总部的老总送给他的。节目总导演只感觉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双眼空洞无神，嘴里下意识的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那个屌丝居然真的是超级隐形富豪！整个演播厅的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感到震惊的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我妈了，他看起来不过才20几岁，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看起来就是个屌丝而已，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节目组到底有没有搞错呀？几分钟之后，节目组的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打脸了。不过节目组到底是专业的，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和方向。这真是令人震惊的消息！既然是超级富豪，为何一直行事如此低调？面对我们现场测试员的测试时，又为何大发雷霆？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主持人的一番话，直接点醒了直播间众人，大量女性观众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既然这么有钱，那刚才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冰冰买单啊？看来有钱人也靠不住嘛！一肚子的算计，我看他是故意让冰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丑，好满足他扭曲的内心。这个人简直太可怕了！现在就算他给我1000万，我都要考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虽然嘴上骂得凶，但直播后台却收到一大堆要私信的。与此同时，在发现我是一个隐形的超级富豪后，网友们对我的做法也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大部分人都觉得我没啥问题，随即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关于夏冰冰故意勾引我以及铺张浪费的剪辑视频，节目组的名声都开始臭了。总导演刚醒过来就差点又晕过去，赶紧召开紧急会议。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好男人，有钱的男人更坏，一定要让他露出破绽。另一边的夏冰冰收到消息，气得咬牙切齿：苏凡，你这个渣男王八蛋，有钱就了不起吗？老娘一定要征服你，到时候让你后悔都来不及。从餐厅离开之后，夏冰冰一路悄悄尾随，我却根本懒得搭理她，简单的查了一下银行卡余额，看着那快要赶上电话号码的一串数字，我忍不住啧舌。对了，
不是还有一次抽奖机会吗？心念一动，连忙打开系统，我要抽奖。抽奖程序已启动，恭喜宿主抽中吃饭奖励饭店大奖，只要在目前所在城市内任意选定一家餐馆消费50万，即可获得饭店所有权。完成消费后，消费额将会10倍返还。卧槽！去吃饭不仅不用给钱，还倒贴10倍给我，甚至连店都一起送给我，这就是传说中的祖坟冒激光吗？这样下去富可敌国不是梦啊！正准备去消费，身后却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苏凡，是你吗？”我循声看去，不远处站着一个身姿丰盈、气质优雅端正的女子，正是我的高中老师秦舒婷。几年没有见，越发好看了。秦老师，真巧啊！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你现在怎么样？秦舒婷微微皱眉，轻叹一口气。家里安排相亲，没想到被人当场拒绝了。说教师这个职业是3部曲的，不过能在这里看到你，我还是蛮高兴的。见状，我连忙安慰秦老师：“你长得这么好看，人又温柔，错过你是他的损失，你值得更好的。”秦舒婷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眼神带着些许宠溺的看着我：“你呀，还是和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见美人眉开眼笑，我又跟她聊了很多。没想到聊着聊着，秦舒婷的肚子突然发出了咕噜噜的响声，顿时秦舒婷脸颊微红：“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和那个相亲对象聊天，没怎么吃东西。”见状，我立即开口：“巧了不是，我也正准备找个地方吃饭，既然在这里遇见你，那也是缘分。走吧。”我请你吃饭。秦舒婷莞尔一笑，那我就不客气了。夏冰冰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冷笑一声，这个抠搜男肯定要把她带到沙县去吃饭，我都能想得到一会儿他生气的样子。哈哈哈哈！恶心的铁公鸡！我很快就带着秦舒婷来到市里唯一一家米其林3星餐厅。下车后，一身大牌的服务员赶紧上来帮忙停车。秦舒婷见我穿的普通，连忙阻拦道：“要不还是换一下餐厅吧，感觉这里好贵啊，我们随便吃点东西就行。”秦老师，这是哪里的话？好不容易遇见你，我请客你随便吃。说完，我带着秦舒婷进入了餐厅。见状，夏冰冰气得跺脚：“凭什么请我吃饭就要去沙县？请这个老女人就是高档场所啊！这狗男人，抠搜男负心汉，你不得好死！”不一会，我和秦舒婷便吃饱喝足了，账单打出来正好消费50万。我面不改色，直接刷卡，系统瞬间弹出，奖励立即发放。即刻起，这家餐厅正式成为您名下产业。等我们2个离开，节目组的人立即走到前台询问刚才的账单。什么？50万？一顿饭吃了50万？哎呀，气死我了！杀千刀的抠搜男，凭什么请别人吃这么贵的饭？闻言，服务员愣了一下，有些尴尬的说道：“不好意思，刚才那位苏先生是我们餐厅的老板。”夏冰冰下意识提高了音量：“什么？你说这家饭店是他的？你确定？”节目组的人全都傻眼了，直播间的小仙女们却瞬间炸了。餐厅是他的又怎么样？自己家吃饭不要钱，这不还是扣吗？可我说他怎么没对冰冰动心呢？原来他喜欢的是老啊，真是有够变态的。看到直播间的弹幕，节目组便误以为我喜欢比自己大的女生，连夜为我量身打造了一个成熟御姐。第二天一早，直播间就多了个肤白貌美的气质名媛。大家好，我叫穆婉婉，是接替木木星的街头测试员，也是一名私教老师。在我看来，这个苏先生的人品确实有待考量，之后我将会以专业的角度挖掘原型，大家敬请期待。穆婉婉完全符合苏凡审美，顿时直播间男性观众纷纷叹气，完了，这次苏凡肯定守不住了。与之相反，小仙女们则是欢呼雀跃，哈哈！节目组这次投其所好，我就不信这臭男人还能憋得住。可要是他忍不住动手怎么办？好紧张啊！看着密密麻麻的弹幕，穆婉婉嘴角暗暗勾起一抹邪笑，哈哈！这些蠢货还真信我是什么私教啊？苏凡啊苏凡，碰上我算你倒霉，老娘不把你骗得连裤衩子都不剩，就不信穆。随即，穆婉婉就开着辆兰博基尼找上了我。直播间的小仙女们纷纷赞叹起真富婆，却不知这车其实是穆婉婉从前男友那儿借来的，哈哈！效果不错嘛，早知道这样就该多陪他玩几次，我也好多借几天，让那些臭男人们看看老娘的本事。想到这儿，他立即打开车窗，斜靠在车门，捂着胸口呻吟起来：“哎呦，救命了呀！救救我！”这柔软声音回荡在地下停车场里，充满了诱惑，引人无限遐想。我循声望去，只见一女人满头大汗，衣衫凌乱，胸前全是汗水，女眼神还带着一些魅惑，让人一时间搞不清楚她到底是不舒服还是太舒服了。穆婉婉假装刚刚才发现我的样子，连忙朝她招手：“小哥，帮帮我，我胃好疼啊，帮帮我！”屏幕前众人无不咽口水，左手打字以示清白。看苏凡那样子，应该是顶不住了，该不会要趁机下手吧？小姐姐小心啊！然而我只觉得这女人奇怪，听过人叫，但是叫的这么浪漫，还是头一回听到。本来不想搭理她的，既然来了，那就帮一下吧。于是把刚才吃饭打包的剩菜递了过去。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先吃点吧，应该会好点。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热度瞬间被引爆，哈哈哈哈哈哈！他真是一点邪念都没有啊，让美女吃剩饭，亏他想得出来，笑死我了。此时穆婉婉内心有无数草泥马在奔腾，吃剩下的东西要我吃，这件男人脑子是被驴踢了吗？这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打包饭菜，光是闻一闻就觉得恶心，我真服了。穆婉婉脸皮抽动，为了不被对方看出来，她只能打开包装袋，装出一脸惊讶的样子。哇，看起来好好吃，我站在旁边看着，好吃就行，不用客气，都吃了吧。穆婉婉在心里把我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一想到是她剩下的，就觉得恶心，强行吃了一点后，脸上强挤出笑意，真好吃，我感觉现在已经好多了，谢谢你。我定睛一看，打包盒里还剩下很多，你别浪费啊，多吃点吧。穆婉婉立即摇头，不了。我最近在减肥，已经好很多了。我点了点头，准备离开。穆婉婉一愣，连忙叫住我：“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对了，我看你的车也挺不错的，要不要和我一起参加光轮好跑俱乐部的聚会啊？”我下意识拒绝：“不必了，这个俱乐部我了解过，一群不思进取的富二代，我和他们不是同一路人。”穆婉婉顿时傻眼了，那样的资源，在他眼里居然也只是一群酒囊饭袋。看来苏凡家底不少啊，老娘一定要征服他。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俱乐部的所有成员都是有背景有钱的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大家互相帮助。听他这么讲，我也不好意思再拒绝，很快便进了群。然而我不知道的是，这个群里的人几乎都是节目组安排的。回家之后，我正躺在床上休息，刚刚加的那个超跑群突然活跃了起来。我拿起手机一看，是穆婉婉艾特我发红包，我随意发了
了个200的拼手气红包，没想到群里顿时炸，怎么才这点了？打发要饭呢？这谁拉进来的？抠抠搜搜的，踢了吧！我懒得跟这群人理论，正打算关掉手机睡觉，没想到一通电话突然打了过来。凡哥，200块钱太小气了，以您这个身份，怎么说也要上万吧？系统声音响起，选择系统触发成功，同意您将获得最强冤大头称号，并奖励100元。拒绝并指责对方，奖励2000万。系统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额外奖励，这还用考虑？我果断深吸一口气，你当我冤大头呢？本来我都懒得搭理他们，没想到你居然还打电话过来让我发红包，到底是你脑残还是我脑残？电话那头的穆婉婉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他居然骂我，就为了1万块钱，穷疯了吧这狗男人，1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居然还有脸骂我。他强咬着牙讪笑几声，哎呀凡哥，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可不吃他这一套，要双方都觉得好笑，这个才叫开玩笑。我就纳了闷了，这个群里面的那些人到底是富二代，还是一群要饭的呀？别说群里是一群富二代了，就算天王老子在那群里红包，我也最多只发200，爱要不要？说完我直接挂点电话。穆婉婉被我骂得狗血淋头，却还得舔着脸凑上来邀请我参加明天的聚餐，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奇葩，但看在他容易触发任务的份上，我还是点了头，却没想到他第2天一早就冲过来上了我的车。凡哥，我们去参加富二代聚会，你好歹也是开豪车的人，怎么穿成这样啊？一会被保安给拦了，我可不管你哦。闻言我冷笑一声，衣服算个什么，不过就是几片遮羞布而已，难道戴上皇冠就是公主，披上袈裟就是佛祖吗？仅凭我的穿衣打扮就不愿意和我接触，我想也没必要接触那群富二代。穆婉婉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穿得让人丢脸就算了，嘴巴还挺会翻腾，这件男人可真够厉害的。穆婉婉脸上强挤出几分笑容，低声下气的给我一通道歉，我这才勉强跟着他来到俱乐部，这里豪车遍布，装修也豪华，群友们更是打扮得相当精致，开口闭口就是几10亿的生意。可我不知为何，总觉得他们举手投足之间相当不协调。正在我考虑要不要离开时，群主李微微突然站了起来，我记得咱们俱乐部有个新来的要请客消费的规矩吧？话还没说完，便有人起哄，对，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新人来了之后要请我们去上帝园玩，人均消费5万，不知道凡哥舍不舍得呀？大家跟我一起喊请客。请客，大部分人都跟着起哄，看着这些人的嘴脸，我眼神冰冷，嘴角上扬。选择系统触发成功，同意上次评分累积将会截止，系统将根据评分累积发放奖励，拒绝评分将继续进行，有机会获得特殊奖励，价值30亿豪华大酒店一座，并获得永久使用权。让我请客，你们配吗？